如果你跟我一样，每天久坐8个小时以上，微信步数不足1000，那你不必担心自己的腰和腿，因为更大的受害者是大脑。反过来，如果你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量，最大的受益者也不是肌肉和身材，同样也是你的大脑。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从脑科学角度聊聊每天活动一下，大脑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相信我，坚持看完你会有想要走2步的冲动。你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一直在下降？这是因为25岁之后，大脑就会持续萎缩，目的是剔除掉一些用不到的脑细胞。虽然大脑也会持续产生新细胞，但过了25岁这个分水岭，脑细胞的死亡速度就超过了新生速度，于是大脑的体积每年都会缩小 0.5% 到 1%。 我们学任何知识，大脑都会把信息临时存储在海马体，这个过程叫做短期记忆。不幸的是，海马体的体积也会随着大脑同步萎缩，这也是记忆力下降的直接原因。大脑健身房提到一个实验，受试者被分成2组，一组进行耐力训练，另外一组只是简单的伸展，不会引起心率变化，所以相当于没有训练。1年后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伸展组的海马体体积缩小了 1.4%， 这很正常，因为它确实每年都在萎缩。但耐力组的海马体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大了 2%。研究者也觉得奇怪，继续观察受试者的大脑，他们发现运动能提高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浓度，而 BDNF 增加的越多，海马体体积就增长越大。 BDNF 相当于脑细胞的护卫队，当脑细胞接触到 BDNF 时，能避免被其他物质损害。耐力组的海马体没有萎缩就是这个原因。另外， BDNF 还能增强神经元之间的链接，这是形成长期记忆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在 BDNF 叠 buff 一样的作用下，我们的记忆力不仅不会衰退，还得到了一些提升。即便你没有耐心坚持慢跑或者骑自行车也没关系，因为只要运动，大脑就会立即释放 BDNF， 它的作用能持续24小时以上。在这期间，刚好有个短期记忆转变为长期记忆的巩固过程，所以运动完再学习，效果立马就遥遥领先。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边学边动能让记忆力更进一步，比如一边散步一边记单词，因为运动时流向大脑的血液增加，在血液中氧气和营养的补给下，大脑的各项认知功能都得到提升，记忆力自然也水涨船高。这是5个箭头，你需要判断中间箭头的指向方向。听上去很简单，但如果每个只出现2秒钟，你能保证全部正确吗？这是个选择性注意力测试，研究者用这个方法来验证运动对注意力的提升效果。受试者被分成2组，先进行了1次测试，然后一组每周在跑步机上走3次，每次45分钟，另外一组则没有训练。6个月后再次测试，结果显示步行组表现出了更好的选择性注意力。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知道注意力不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比如你正在工作，一会儿点开手机弹出的消息，一会儿又纠结中午吃什么，这是因为工作没法给你带来足够的兴趣，所以大脑尝试寻找周围更能产生刺激的事物。现在人们的认知资源被碎片化信息抢夺的七零八碎，注意力也就显得格外稀缺了。而医生给那些有注意缺陷的患者开的药物，其实是维持大脑奖赏回路中多巴胺的浓度。多巴胺咱们聊的最多的就是成瘾，而这恰好是我们做某件事的欲望大小和专注程度。大脑的奖赏回路因人而异，有些人的多巴胺受体比较少，这也就决定了只有更强的刺激才能启动他们的奖赏回路。多巴胺浓度不够，就导致了能让正常人产生兴趣和保持专注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索然无味，也就更容易被其他事情干扰。当然，并不是说必须通过药物才能提高多巴胺的浓度。当你跑步5分钟，大脑内的多巴胺浓度就开始上升，适当增加运动强度，提升比例还会更大。结束后，多巴胺也不会迅速消失，它能维持好几个小时。所以起床后散步或者慢跑半个小时，你会在白天的工作和学习中收获更好的专注力。另外，久坐会导致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少了氧气和营养的供给，它就变得思维迟缓和注意力涣散，坐的时间越长，大脑的效率就越低。好在起身活动8分钟就能加速血液流动，让大脑重回高效的状态。试想你正在打游戏，突然想起明天要考试，但自己一点都没复习，这个时候你开始紧张了，
这种短暂的压力感让你的肾上腺素飙升，你马上就有了抱抱佛脚的冲动。所以短暂的压力情绪是正常且有益的。问题是现在人们面临的压力大多是长期的，拿不出手的成绩单，可忽略不计的收入，每月固定划走的房贷，这些压力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就好比你每天都发现第二天要考试，每天都得临时抱佛脚，那种感觉太残暴了。当出现压力状况，大脑的应激系统开始行动。首先是杏仁核，它把威胁信号传递给一条叫做 HPA 轴的结构。HPA 轴的最后接收部门是肾上腺，收到上游指令后，它开始释放皮质醇，身体和大脑就变得高度警惕，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我们会在这短短的1秒钟内决定跟它拼还是赶紧溜。好在大脑中还有2个刹车，额叶和海马体，它们在分析后会告诉大脑不用过度紧张，让应激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短暂的压力调节机制看上去完美，但长期如此就麻烦了。杏仁核会把持续性压力识别为威胁， HPA 轴就一直在工作，高浓度的皮质醇增加了杏仁核的敏感度，所以你会陷入一旦焦虑就越焦虑的恶性循环中。而且皮质醇有个名字叫死亡激素，因为它的浓度长期过高，会杀死额叶和海马体的新生细胞，造成这2个区域的损伤，也就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功能，记忆力衰退，注意力涣散，思考力下降。这跟短期的压力状态完全是相反的。不过脑科学研究给了我们最简单有效的改善方法，只需要散步或者慢跑20分钟，就能给应激系统涂上润滑剂。焦虑感不仅会在运动后降低，而且能在之后的24小时保持较低水平。如果长期坚持，运动还能强化额叶与杏仁核之间的联系，提高对杏仁核的控制。另外，运动时也会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这跟压力状态下几乎一样，相当于每次运动都是应激系统的一次演练。大脑学会之后，就会觉得出现这种生理变化并不一定都是坏消息，所以在下次真正遇到压力时，就不会再释放过度强烈的信号，我们的焦虑情绪也就慢慢改善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作时有个习惯，早上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10点，午饭后跑个10公里，然后再去游泳，每天都保持这种规律，直到写完一本书。他觉得能在运动中获得体力和创造力。那运动能否真正提升创造力呢？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把176名受试者分成2组，让他们做一些考验创造性思维的活动。区别在于，其中一组是在散步后进行的，而另外一组则是休息后进行。结果显示，散步组在发散性思维和产生新想法的表现上更加出色。要搞清楚运动对创造力的影响，我们得先了解创造力的来源。大脑有个部位叫丘脑，它负责把大脑接收到的海量信息进行分流，相当于是一位助理。哪些信息比较重要，就传送到大脑皮层这个老板那儿，而无关紧要的信息就挡下来，放到潜意识忽略掉。这种机制是为了避免大脑皮层出现信息过载的情况。我们的创造力水平就跟丘脑允许通过的信息量有关，大量的信息会激发我们跳出固定的思维模式，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创意，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的机会也会增加。而要让丘脑放进更多的信息量，就需要一个通行证，没错，还是多巴胺。研究发现，丘脑内多巴胺的浓度增加，丘脑向大脑皮层传送的信息也会增加，这刚好是创造性思维的关键。但多巴胺的浓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当大脑皮层持续接受大量信息时，就会造成信息过载，而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中。他们的大脑同时接受到太多强烈的刺激，就会产生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幻想和一般人也跟不上节奏的思维。所以人们常说，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像梵高、尼采这些极具创造力的大师，却都在不同时期罹患精神疾病。所以我们还是适当增加多巴胺的浓度，适当提高丘脑的信息传送量即可。跑步30分钟，你就能感受到运动对创造力的提升效果，而且能持续2个小时以上。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经历，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出去活动一会儿再回来，突然就豁然开朗了，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前面咱们也提到，运动增加了流向大脑的血液，大脑的各项认知功能都能得到提升，当然也包括创造力。不过要注意，适当的有氧就行了。如果强度过高，更多的血液会流向肌肉，也就顾不上大脑了。虽然现在的人们大部分时间不是坐着就是躺着，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人类的大脑是为运动而生的。几十万年前的智人，只有不停地走，不停地跑，才能找到猎物，躲避天敌，
才能更好的生存繁衍。所以大脑的首要任务就是支持这项能力和行为。只是到了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忽略了其中的益处。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不妨先放下手机，活动活动。只要愿意坚持，健康的身体和灵活的大脑一定会给你答案。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大家好，这里是星河摆渡。朋友们不知道是不是有同感，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什么道理都懂，但做起事情来总是不尽人意，在知与行之间，仿佛隔着一座很难逾越的大山。我们也可以想一下，自己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你知道学习的重要性，计划看一本书，却发现你的手绑在了手机上。你了解健康的重要性，决定坚持跑步，却发现自己被封禁在沙发上。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却发现自己总是在做相反的事情。曾经有多少次发出感叹，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又有多少次我们反复告诫自己要行动，要坚持，要自律，要养成好习惯。过了几天，才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故态复萌。在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成本大大降低。每一天我们都处在海量信息的包围中，摄取着各种原型、模型、规律和方法论。但不妨扪心自问，这些东西我们仅仅是知道，还是真正的学到？学到了，又是否能在行动中得以应用及发挥？我们只是在积累它们，还是真正改变了自己的习惯？这也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思考的问题。如何才能把知识真的应用到实践中，而不只是停留在又学到新东西的新鲜刺激和精神愉悦上？电影《后会无期》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显然这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问题，因为它毕竟是反人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解的。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存在知易行难的情况。著名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著作《骑象人和大象》一书中，我们的理性思维和内在动力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大象和骑象人。大象代表我们的情绪、潜意识，力量非常强大，但常常做出不明智的行为。骑象人代表我们的理智、思维和观念。自卫意识就如同一个骑在大象背上的人，手里握着缰绳，可以指挥大象转弯、停滞或前进，但只有大象愿意的时候才能指挥大象。如果大象有了自己的欲望或者不愿意，骑象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理性和情感携手合作，人才会表现出聪慧明智的行为。但是大象仍然负责大部分工作，骑象人更像一个顾问，随时给大象提供建议，而最终是否采纳决策权在大象。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要参加一门考试，已经交了3000块钱，考试时间是下个月的今天。对考试内容你有一定的了解，但不够系统，你有一定信心，但也不能说100%会通过，这就是背景。你会立刻开始安排复习计划，从明天开始备考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多半不会。现在把时针拨到1个月后，你从睡梦中醒来，蓦然惊觉明天就要考试，而你什么都还没看，恰好今天又是周末，那么你是不是会立刻起床细数，多少读点材料，做点题，尽量增加通过考试的成功率？现在想想，我大学期间应对各种考试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什么？其实就是时间。我们知道做一件事本质上就是动力、阻力的博弈。那么你不去做一件事情，无论背后有什么原因，归根结底一定是因为去做的收益比不上成本。但在上面例子中，收益和成本是完全相同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呢？原因在于这里面的时间因素扭曲了我们对收益和成本的判断。我们的大脑难以处理长期的信息，因为这里面隐含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会倾向于把长期的权重降低。无论收益还是成本，只要时间足够长，我们都会倾向于认为它不太重要。在心理学上，这就叫做时间贴现。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双曲线贴现模型来描述时间贴现。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收益的感知是下降的，写成双曲线趋势。这就是知易行难背后的本质原因。我们之所以不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是因为它的收益被时间所扭曲了。不但收益和成本会被扭曲，风险也会被时间所扭曲。经济学家米歇尔·沃克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为灰犀牛。什么是灰犀牛呢？想象在一片大草原上，在你的远方有一头笨重的、臃肿的、迟缓的犀牛，你一定不会过多的去在意它，但它一旦向你奔来，其笔直的路线、强大的爆发力会令你猝不及防，被它扑倒在地。
米歇尔·沃克认为，许多危险并非没有征兆，也并非突如其来，它们其实一直潜伏着，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对时间的错估和盲目乐观，使得我们对它们视而不见，导致风险到来时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像08年的金融危机其实就是会犀牛，大家都心知肚明，击鼓传花的游戏不会无休止的玩下去，最终一定会到某个节点断开。但信贷和经济的蓬勃上升，让大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每个人都想着我能逃出去，但洪水到来的时候，所有的逃命都是徒劳的。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其实也是会犀牛，比如我们都知道长期缺乏睡眠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注意力衰退、记忆力下降，乃至阿兹海默症。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负面影响太迟缓了，我们感觉不到，也就不会有切身的动力。真正能让你惊觉我要改善睡眠质量的是什么呢？是头疼。一熬夜就头疼的人最能坚持早早入睡。再比如理财和预算控制，花钱消费带来的愉悦感是即时的，而省下来这笔钱你并不会有很强烈的正反馈，不会有成就感，甚至不会有任何差异。两相权衡，我们当然会倾向于消费，于是不知不觉钱就这样花出去了。而什么情况下省钱会有动力呢？要么是偿还一笔债务，你能看到它一点一滴的在减少，要么是攒钱买一个东西，你能看到进度条慢慢前进，这才能带给我们动力。所以这些问题不能单纯的归咎于自律性差、缺乏坚持、意志力弱、行动力低，也不能归咎于懒散和消极，因为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最本质的原因是要克服时间贴现，理清楚收益和成本，让自己看到每一步的前进和成长，这才能从根本上驱动你去行动。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更愿意去行动呢？星河在这里整理了4种方法供朋友们参考。一、抛弃漫无目的的思维。正如开头所说，我们很多次告诉自己要自律、要上进、要按计划行事，不能再荒废时间，但我们指挥的那头大象依然不听使唤，我行我素。原因其实就是我们的思维是无法落空的，它一定要有一个焦点。举个例子，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白象效应，给你5分钟想什么都可以，但唯独不能想白象。结果呢，这只白象会不断地闯入你的脑海中，怎么驱赶都赶不走。原因就是我们只能控制自己想什么做什么，是没有办法要求自己不想什么不做什么的。同样，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是如何平复情绪的呢？是告诉自己不要生气吗？不是，更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所以我们不要去想我不能荒废时间，我不能打游戏，我不能刷抖音，而是要去想为了什么目的，我需要做什么。改变坏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一个新的行为去代替它，并持续不断地产生动力。具体来说可以这样做，想象愿望满足后的场景，你对生活一定有某些期待，也一定有某些需求不能满足，比如最简单的不上班。那么你不妨想象一下这些需求满足之后的场景，越具体越好，不要停留在不上班这样虚无缥缈的描写，尽量把它具象化出来。比如不上班之后你想要做什么，如何安排每天的时间，试着列出一个清单，最好安排每一个具体的细节。这个场景越具体明确，对你的激励作用也就越大。描绘出这个场景之后，下一步就是对其进行分解，去找出想要实现这些场景你需要做什么。这就是你的大目标和小目标，把它们列出来，再一个个去攻克。你会发现，比起最开始懵懵懂懂的状态，现在你起码已经有了方向。2. 从1分钟行动开始。很多人给自己定了过于复杂的计划，比如每天要读2个小时书，背50个单词，读2篇英语文章，写1000字，诸如此类。这样的计划先不说其可行性，至少存在2个问题。一，它让你每一天都疲于奔命，从内心里感到畏惧，因为你每天所想的都是今天我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2，偶尔有1-2天没有完成任务，就会成为压力，会让你感到挫败感，很容易就沮丧，从而难以坚持下去。正如一直强调的，越精密越复杂的系统，它也就越脆弱，因为越精密就意味着它的结构、节点和连结越多，哪怕一点点的意外都很容易造成系统的崩溃。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从最简单的系统开始，通过一点点的积累，慢慢对其进行优化改造，最终实现一开始规划的蓝图。哪怕它花费时间更长，走弯路的可能性更高，但同时它的稳健性也会更强。这就是1分钟行动，不要给自己设定复杂的计划，而是从1分钟内可以上手完成的动作开始。比如我要开始做时间管理的时候，用待办清单记录了很多任务，但问题在于我还没有养成看待办清单的习惯，导致根本起不到作用。怎么办呢？我不会立刻要求自己改变整个工作习惯，而是从最简单的地方着手，在我的房间的门上贴一张便签，写着看待办清单。这样一来，每当我想外出的时候，看到这张清单就会掏出手机查看外出事项，
然后把所有需要带的东西、需要买的东西全部准备好，在脑子里简单做一个计划再出门，直到这个习惯完全吃透消化，不需要再提醒了，我再在电脑前贴一张便签，一坐下来就打开待办清单。这样一来，当我工作一段时间，站起来休息或者喝水散步之后，看到便签就会立刻打开待办清单，把完成的任务勾掉，看看还有哪些事情要做，做一个安排。这样慢慢的我就会把待办清单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让自己彻底的把它内化。其实任何习惯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实现，比如读英语文章，不要给自己设定看2篇英语文章的任务，要告诉自己每天睡觉前打开英语 app 随意看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1分钟行为，不需要任何成本，因而也就没有任何阻力。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都有保持当前状态的倾向，所以打开 app 之后，你多半不会直接关掉，而是多少随意看一看，这其实也就起到了效果。然后再慢慢加大剂量，一直到你习惯了睡前就打开 app 看2篇英语文章为止，这就是一种对自己优化迭代的过程。3. 用产出倒推行动。习惯之所以无法坚持，一部分是因为缺了奖励这一环，因而难以持久运转下去。那么如何激活奖励回路，让自己获得反馈和成就感呢？最重要的是看到对自己和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简而言之，也就是自己产出了什么。所以无论做什么计划，养成什么习惯，你都要去思考，我这样做可以产出一些什么东西，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学习理财是否可以以拟定一份有效的家庭投资方案为目标，每个月的理财收益就是直接的产出。学程序开发是否可以从写一个爬虫抓取自己感兴趣的数据出发，代码的实现，程序的运行就是直接的产出。读书获取知识，你是否可以想着我可以把它交给别人，跟别人一起分享，朋友的感谢和称赞，自己的成就感就是直接的产出。产出不一定是具体产物，也可以是虚拟的，比如满足感、自尊心、存在感，也可以是别人的感谢、认可、称赞和肯定。如果找不到直接的产出，我们也可以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做某一件事情，比如一起去锻炼身体，一起学习英语，一起研究象棋等等，甚至可以拉个群，每天在群里打卡，更新进度，分享心得，相互激励。这也是一种产出和回报，它会不断强化你的存在感和成就感，使得你能够持续努力。所以找到自己的产出，从中获得正反馈，如果没有，就给自己创造一个。4. 以量化代替定性。如何才能察觉到灰犀牛呢？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收益、成本和风险量化，用量化的思路去思考事物。比如缺乏睡觉可以导致阿兹海默症，但这么一句话是没有太大威慑力的，也不会立刻让你觉得我要提高睡眠质量。那怎么办呢？你不妨试着想想，连续3天睡眠少于5小时，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就提高 0.1%。这个数字当然是随便写的，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科学性，但没有关系，重点是你这样一写，缺乏睡眠和阿兹海默症之间的关系立刻就被你具象化了。你每次熬夜睡不好，就能够意识到你在不断的加重后者的概率，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摆脱时间贴现的影响，直观的看到收益和成本了。同样，你可以给自己英语阅读能力设定一个量化标准，比如今天我能够读多长的文章，阅读1000字的文章所需的时间，我能看懂无字幕美剧的几个片段。每一次强迫自己去锻炼积累，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你会直观的看到自己的进步，这会成为不断鞭策你前进的动力。而且通过这样一个个有趣的小挑战，你会发现很多看似枯燥艰难的事情都变得轻松了许多。量化的东西是最直观的，也最容易让人信服的。前面提到的骑象人与大象，虽然骑象人更聪明更理智，但是如果不能把信息很好的传递给大象，或者说给大象传递的信息不能让大象信服，大象当然不听使唤。如果将收益量化、成本量化、风险量化，大象是很容易权衡得失利弊，顺着骑象人的思维执行的。这4种方法其实就是给我们建立一个有利于实现自己目标行为的空间场，通过自我激励和外界的激励来改变自己深层的观念，最终实现行为。知与行之间的确隔着一座很难逾越的大山，但很难逾越不代表无法逾越，只要我们想提升，有毅力，方法对，一定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
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一天清晨，这个男人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光是开篇第一句，你就能读出这本书的荒诞。但就是这么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却把社会奴役下人性的扭曲批判得深入骨髓，同时也把作者内心极度的孤独展现得淋漓尽致。更神奇的是，这本早在1912年完成的中篇小说，放到1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完美解释很多人在工作生活重压下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弗兰兹·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如果你也是这个嘈杂的社会中略显孤独和时尚内耗的那个人，看完视频你一定能从中找到最真实的自己。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虽然他非常讨厌这份工作，但没办法，父亲的债务、妹妹的学费，一家老小的开销都指望着他的那点薪水。这一点很像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耗在格子间里，被老板和甲方呼来唤去，还得赔上假笑，想辞职又没有勇气，毕竟肩上的负担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格里高尔就是这么一个社畜，纵使对工作满腹牢骚，也得对现实点头哈腰。不过这天早上，故事变得诡异起来。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身体变形了，但他对家人的爱和责任感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所以在面对如此大的变化时，他没有震惊，反而是担心怎么赶上出差的火车。但在吓跑了前来催他上班的公司主管后，就意味着他再也无法靠工作为这个家创造价值了。这对一个原本就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他终于可以摆脱讨厌的工作和社交，从照顾家人变成被家人照顾。但现实远不如预期来的美好，因为他发现在失去工作后也失去了一切。家庭的另外3个成员在看到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时，显然也产生了思想上的变形。他们把他囚禁在自己的房间，母亲见到他跑得跟兔子一样快，父亲用各种工具频频攻击他，妹妹也提议把他房间的家具都搬出来。你能想象吗？格里高尔曾经拼命工作养活的3个亲人，如今却把他当成累赘，当成负担，当成必须从家里消失的异类。格里高尔也曾试图恳求家人理解，但他所做的每次努力都让他与家人的关系更加恶化，也让自己伤得更深。直到有一天，妹妹演奏的小提琴被租客贬低，他冲出房间企图维护妹妹，但这一举动吓跑了租客，妹妹的耐心终于消耗殆尽，咆哮着要把格里高尔赶出这个家，还说如果他真的是格里高尔，应该主动离开，因为他早该意识到人和动物是不可能生活在一起的。这番话让格里高尔融入家庭的幻想彻底破灭，他在伤痛和绝望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但即便在奄奄一息之时，他仍然没有怨恨家人，而是满怀内疚和担心。反观家人的态度就耐人寻味很多，他们把这当成是上帝的仁慈，然后全家一起出去散心，开始新的生活。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我们用普通小说的视角看的话，会有很多疑问。为什么主人公会变成一只甲虫？作者想要通过变形这一超现实设定表达什么？我们可能只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悲剧，一个家庭的变故，但这种浮于表面的理解跟格里高尔的家人把格里高尔理解成怪物、异类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我们把视角转移到作者卡夫卡本人，转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就能发现作者通过一个极其荒诞的故事，剥开了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外衣，把人在环境重压下逐渐异化变得畸形的现象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或许荒诞的不是故事，而是社会；变形的不是肉体，而是人性。接下来咱们深度还原这位具有病态才华的世界文坛巨匠，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才让他想要通过变形这一极端方式来寻求思想解脱和自我救赎。1883年，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白手起家，凭一己之力积累了一定财富，这也决定了他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专横性格。在家里，任何人都不能忤逆他的立场。作为长子，卡夫卡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宠爱，相反，脾气暴躁的父亲对他非打即骂，母亲性格懦弱，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卡夫卡从小就内向、胆小、孤僻、敏感，对周围的一切都深感不安。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家里是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的存在。成年后的卡夫卡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写作，我会以发疯了却这一生。可惜的是，父亲对他这个爱好同样嗤之以鼻，所以他不得不听从父亲的意愿，去一家保险公司做法律顾问。这让卡夫卡无比痛苦。他曾这样描述：我站在通往办公室的狭长走廊上，每天早上被绝望侵袭。这简直就是所有打工人敢想不敢言的心声，对吧？后来他屡次想要摆脱工作，以便专心创作，却始终未能如愿，直到1922年因生病被迫退休为止。看到这些经历，
我突然明白了变形记中变形的用意。书中的格里高尔简直就是卡夫卡的真实写照，简直就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情感没有寄托、诉求无法满足的社恐最真实的愿望。咱们在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幻想过自己要是一只鸟、一条鱼该多好，不用上班，不用还贷，不用背负各种责任。或许某天早上一觉醒来的卡夫卡，一想到又要做讨厌的工作，见不想见的人，在那一刻他也开始幻想自己要是一只甲虫就好了。所以很多人认为《变形记》就是卡夫卡的精神自传，变形是卡夫卡想要逃避现实生活，通过创作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策略。他把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投射到虚拟的艺术世界中，而当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书写内心活动的时候，他才真正是他自己，而不是被家庭和社会摧残、苟活于世的异类。卡夫卡的一生都处在理想与现实、工作与创作、家庭与自我的矛盾冲突中，内心孤独和内耗到极致。但他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不幸的人。换句话说，这些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是跟卡夫卡同一时代的人共有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卡夫卡生活的时间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高度重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仅来源于电力驱动下的新生产模式，也来源于资本主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所以当时的社会导向完全靠金钱来衡量，每个人都以物质多寡来决定自己的生命价值。这一点从他父亲只关心自己的生意中也能看出来。资本家们为了利益不顾一切地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把他们变成流水线上丧失主观意识的工作机器。咱们在聊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中提到，当时社会有个被称为工作伦理的戒律，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工作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不工作是一种罪恶，会被社会鄙视和抛弃。这显然是资本主义对压榨劳动力的反噬而已。如此一来，我们就明白了卡夫卡的家人都尊敬和惧怕父亲，却都不理解卡夫卡的原因。毕竟谁能挣钱，谁的地位就高，搞文艺创作那就是不务正业。就好比你大学毕业后跟爸妈说你不想上班，想打游戏挣钱，你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在物质至上的病态社会中，人们的道德逐渐缺失，人性逐渐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淡薄。就像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公司老板就是众多资本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上班期间，格里高尔不敢犯一点错，哪怕一丁点的疏忽都会招致老板的怀疑。5年里，格里高尔没有请过一次假，唯一的一次旷工就是他变成甲虫的时候。当然，这也直接导致了他被辞退的结果。父亲的权威无法抗拒，工作的障碍无法克服，内心的孤独无法忍受，坚持的真理无法追求。这些因素叠加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势必会造成思想上的变形。但卡夫卡没有选择跟随世俗，而是在变形记中以表现主义的手法完成了身体上的变形。在此之前，卡夫卡也多次想要跟这个世界和解。他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这样一种感受：我被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与一切事物隔开，我没有一次不碰到它的边界。可见他多么渴望与外界建立联系，被世人理解和接受，但孤独始终是他最真实的处境。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用更具象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曾3次爬出房间，力图与家人沟通。第一次，他想要解释自己的变化，但被父亲赶回房间，腿也被夹伤。第2次想跟母亲解释，又被父亲用苹果砸伤。第3次企图维护妹妹，结果引起了全家人的愤怒，在绝望中死去。或许每一次打开房门，他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鼓足勇气袒露自我。就好比你是一个内向又孤独的社恐，经历了长期的思想斗争后，你选择跟家人或者朋友诉说，得到的却是不理解的回应，可能是一句矫情，可能是敷衍的表情，这些都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向你敞开的内心。在确认了自己始终无法融入这个社会之后，卡夫卡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排解方式，把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精神需求都放在了文学创作上，而创作内容又是现实生活的困境最真实的写照。变形记借甲虫的视角看清了一个小人物因丢失工作变得没有价值之后，被社会和家庭抛弃的遭遇。审判通过一个无罪的人被逮捕、被审判、被处死的悲剧，诉说阴暗社会下无辜人民的悲惨命运。饥饿艺术家更是把自己化身为备受观众冷落的进食表演者，表达对写作这门事业的敬畏。正因为这些看似荒诞却无比真实的故事，人们普遍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一种现代人的困惑，看清了自己被现实环境挤压变形的处境，以此来重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毕竟任何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都有可能遭遇突如其来又无力抵抗的打击，可能来自于并不完美的原生家庭，来自于不太顺利的工作经历，来自于充满波折的感情生活，甚至有可能来自于一场意想不到的意外。在这些卡夫卡式困境中，
你不仅要承受巨大的内心痛苦，还要顶住彻骨的世态炎凉。不过也正是这些困境，才能让你看清荒诞现实下最真实的一面，让你应对人生变故的羽翼逐渐丰满，让你更加重视和珍惜生命的价值。卡夫卡曾说，一本书必须是凿开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利斧，他就是用这把利斧凿开了社会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冰层，透过冰层，他建立了与精神世界的联系，探寻到活着对于人生的意义。而我们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利斧，所以在弗兰茨·卡夫卡诞辰140周年之际，把这本《变形记》推荐给所有的小伙伴。